小时候的周深，也就是我本人啦，是个连说话都会脸红，一害怕害羞就会尴尬的挠头咬指甲的一个小男孩儿。他特别喜欢那种隔着屏幕跟网线另一端的朋友唱歌给他们听的那种安全感。他还有个名字叫做卡布，但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个很小的但是又非常沉甸甸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听到他唱歌。有一次参加一个节目，在台上站到的那一刻，第一次那么大声地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他紧张到破音，他听到了观众的窃窃私语，啊，他这个样子，那他会唱歌吗？那个时候世界很大，但是他很小，他时常怀疑，哎，歌手是会和自己有关系的一个事情吗？但是这个幸运的男孩终于遇到了很多跟他一样有梦想也闪着光的一群人，他们愿意把自己身上的光借给这个男孩，让他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去到越来越大的舞台。那个小小的梦想在逐渐成真。然后现在的我，特别也想替从前的他感谢每一个听过他唱歌的人。正因为你们的聆听，才让这个小小的梦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的现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话，也希望你们不要害怕自己的不一样。也许它给你们带来过伤害，但是也因为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光才更加闪耀。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光，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梦。好能写啊！干嘛念好尴尬哦！不尴尬，挺好的。真的都是我的心声真情实感，就是、对，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很需要别人的认同，才能够长大，是不是这样子？我在高中的时候会感觉别人注意不到我，然后后来用了一些很错误的方法去表现自己。为什么要人家一定要看到你？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外界的声音来不断的去证实自己我能行，但同样我们还有自己独立思考的那一面，去面对自己的内心。8月26号，郑哥的每一句话都似一把利剑刺进我的胸膛。啊？我就看着他把那把剑插进去，然后拍拍手上的灰，转身而去。我竟报以微笑，我心里不好受。这种不好受是一个人进化的必然过程。好早熟。我谢谢他，其实我很对不起他。我是该需要一个人安静地坐下来，找一个可以谈心的伙伴，说说这些故事和自己的感受。再坚强的人，内心也是脆弱的。我在写什么啊？生活在一个圈子当中，不再被逼疯，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而郑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活在现实当中的影子，见不得人。是的，对我来说，郑哥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指路标。我就分享到这儿，我都不知道我在写啥。没有，我们大家都只是好奇郑哥是谁而已。其实我是这样的，江姐，郑哥是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他年纪比我大。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日记吧，就是我一个人喜欢坐在那儿碎碎念。你已经忘了当天的心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可能15、16岁，然遇到了后什么事儿？对人生有很多的想法，又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然后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应该改变，然后获取更多人的喜爱。哦。其实我在20多岁都是谄媚型人格，直到我大概20多岁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每天被朋友控制情绪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儿，我就开始果断和他们绝交。开始怎么样认同你自己写的东西的时候呢？35岁左右，我才认同我自己真正写的东西，是因为其实我是31岁的时候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被更多读者知道的书，叫《谁在其中不迷茫》。因为那本书很奇怪，那本书其实有点像今天这个日记。所以当时出版社说刘同你30岁了，你应该出一本书纪念你自己过去的10年，然后就选了我很多的日记。我看到那些日记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夸张，好恶心，我就不想把它放在书里。但是那个编辑又跟我讲说，他说刘同你可以把这些删掉，但是你要记得，你删掉不代表你不是这样的人，只代表30岁的你不想承认你过去是那样的人。我觉得他讲得很对。于是呢，我就把那些书出版了，确实，很多人很喜欢，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写的是什么鬼，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自己心理压力很大。
但我到了35岁，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哇，我好棒！我真的把最年轻的、最幼稚的、最真实的自我给记录下来了。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好厉害。所以不要害怕，你年轻的时候觉得很矫情、很恶心，当你现在厉害的时候，你才要感谢过去的那个自己的矫情。是，谢谢。对，谢谢。我喝曼特宁。窗外面大家一起啊！绿的不真实，庞大的生气让人如此恐惧。我在写眼泪不止的流下来。我甩了自己一巴掌，还想哭，又甩了自己一巴掌，终于不那么想哭了。我对自己说，哭有什么用？你都这么多年没有哭了，然后我笑了。图哥，我给甩了。天哪！张不是，姐，你那张看，照片也很可怕，好不好？不是，最可怕是上面那行字。你这是2008 08年年写的，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我忘了，然后是蚊子找出来的，我很好的朋友他翻出来这一篇东西。好，我想那说我在干嘛我们看一张你拍的照片，我想问问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你知道？这个是这是我外婆，对。是我觉得我的青春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自我，自己开不开心，自己喜欢什么，你会觉得你爱你的人吧，就特别是家里人会陪你很久很久，你不会去思考那个层面的问题，所以我会拍一些很奇怪的照片，拍一些漂漂亮亮的男生女生，对吧？然后其实到了2019年夏天，因为那个夏天对我来说太难了，就是比如我4月份我知道他生病以后得了胃癌晚期的，我就一直在老家待着，我就每天坐在那个很矮的椅子上，他就躺在一张比我更矮的椅子上，然后躺在那输液，每一天我都陪他输液，然后我每一天对着的画面就是这个，因为他头顶对着我这样。其实，在这个2019年夏天之前，我拍了那几年吧，我拍了很多他的生活常态。但这张照片，后面就是刚刚那张脸呢，是我给他拍的，很清楚的一张脸的正面照，因为我很怕忘记他的脸。然后还有一个四季豆的那个我外婆在还能行动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讲，她说，她今天中午我要跟你妈妈给你做顿饭。我说为什么？可是我问出为什么的那一刻，我说好，因为我就大概知道她不大行，对。然后后来就拍了这张照片，讲不出口，怎么这么难过？因为这个菜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对。然后呢，从小到大他都给我做这道菜，对。然后那天他最后给我做，所以这个对你的记忆非常的对的深刻。对，哇，这段也太那个了吧！我就全身在哽咽。没有，其实为什么我会选你的外婆来讲啊？是我自己对我来讲，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就是死亡这件事情。我在拍《最佳拍档》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拍结婚，还穿着婚纱，然后他们就要停下来，就把我叫出去，然后就跟我讲说：“你外公走了，你知道。”我就在那边，然后曾志伟就过来跟我讲说：“我们今天就收工好了，你知道？”我说：“你等一下。”我说：“你给我10分钟。”我就站那边，我就想了很久，我就觉得说，我外公一定不希望我现在收工。你知道，我觉得我外公一定希望我继续好好的活着，然后把工作好好的做好，你知道，然后我就转身跟导演讲，我说，我们继续把今天工作做完。所以有时候这样想一想，可能你接下来就会觉得说，其实你的外婆会希望你对。活得更开心，后来就自己会去调整，对，但是那调整时间比较久一点啊。是，那一定的。谢谢，谢谢。
我以为只要到了台湾就会有机会拍到戏，看了无数片尾，抄了无数号码，给制作公司打了无数电话，终于得到了录一期节目的机会。2012年12月，毕业4年了，一个社会大学都念完了，有时候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人生。比如你想成为一个演员，你可能觉得去横店、去北影门口蹲个3天3夜，每天捧个窝窝头，用忧郁的眼神，就会有导演看中你。哇哦，你就是下一个梁朝伟。但其实很多时候，年轻的想法可能只是欲望，不是真实的理想。2018年3月，谢谢。哇哦！我也很好奇，你在台湾后来上了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特别想上大学生了没有？所以我疯狂的给制作单位打电话。但是，就是你准备了很久的一段东西，但是在那个节目里并没有得到呈现。对。你觉得你准备的东西都是很容易抓住人的眼球的？对，就是1秒钟变格格，我那有差不多这种东西。对。是因为那样子东西在那个时候是流行的吗？还蛮流行。那个时候非常流行这种好玩的、有趣的东西。你觉得你自己做过最努力的，然后可是最失败的表演是什么呢？比如说吞拳头啊。我小时候也做过，你现在也会做？对，是吗？他也对，会。跟朋友在一起，你会吞拳头，会比较容易让大家就是他20多岁取悦朋友那阶段，他就天天在 KTV 吞拳头。吞拳头啊！你会，因为他看起来就真的很能吞。因为当时真的为了要练吞拳头，我可能就这里也会就会破掉。真的假的？那个医生说那个关节会发炎。哎，来，是我们吞过拳头。后来我录了很多综艺节目之后，发现很多所谓的很特别的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人都不特别了。我突然讲到一句话，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你自己？不是自恋哦，是你喜欢你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你喜欢你自己是这个性，你喜欢你自己吗？我有一次生病啊。其实那个脸色也很难看，很累，很糟糕，情绪已经低落不得了。后来我想说，我就这样下去吗？后来我就站在镜子面前，我看到我那张很可怕的脸的时候，这个身子陪伴了我一生哎，我怎么可以不喜欢他呢？我就告诉他说 ，I like you, I love you， 我很喜欢你。我就是从那天开始，我每天这样对我自己讲，后来我的身体就慢慢就逐渐好了，你知道。我觉得爱自己很重要，不要老去看别人。哎呀，他有好多，哎呀，我希望变成他。哎，我想，其实你的身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你自己都没有看到，会不会呢？所以这2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回归我一开始想做这个行业最初的东西，而不是说我成为一个别人希望我成为的一个人。谢谢你，谢谢你。2005年3月9日，从开学到现在，我被班主任、生物老师、政治老师还有年级组长轮番教育，可屁股长钉子的老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掉，而且我也不想改。人终归得自由。我更搞不懂的是，我堂堂一个好学生，竟然又被停课。但让我烦的是，为什么又是请家长？老师们都一样，有事儿没事儿就知道跟爸妈们开个茶话会。我还不知道，这次是爸妈一锅端全来了。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追究了。如果真要追究，这一个本子都写不下。哎，真无趣。因为我是一个就是那个时期经常会去跟老师对抗的学生，原因在于我不喜欢他用同一种风格去要求所有的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就会特别渴望证明自己。我认为龚帆和我们之前分享的人不太一样，他身上是从小有优越感的，所以说实话，你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懂你在说什么的，但是我没有共鸣感。但是即便是一个如此看起来很有优越感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孩子，面对的是请家长的一些问题，我是不被老师认可的，我所有的认可是来自同学们。就是我会给一部分同学讲课，我属于数理化这些就考满分那个样子，所以就收一帮徒弟给他们讲课。对不起，龚帆，我收回刚才我的结论，我们的不同不来源于我们的成长背景，来源于我们的智商的不同。但是那个阶段，就现在看起来真的就是叛逆，自己想要追求叛逆，但实际上自己骨子里不是叛逆的人。他就是天生有一股那个我有一些不同的。我不想把它定义成叛逆，原因在于我清晰的知道我每一个事情做的背后的目的或者思维的逻辑是什么。就我刚一开始跟老师产生一种对抗，我会觉得是老师不太懂得因材施教。我很赞同你的某一些说法，可是呢，我也就在想说，如果今天我做的一屋子全部都是老师，我们或许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教学的某一些困难。好，我们还有一个，我看到刚刚，你也想问，对，来。因为我原来是学教育学，作为老师，我们是要给学生一个范围、一个框架的，你可以在这里面自由，但是你不能出去。其实是在保护他，对，其实在保护你，所以学生对老师是有很多误解的，总觉得你老师怎么这么凶啊，是框架我。所以是需要有平台让师生之间沟通的，对不对？真的是真心真意的为学生好的。对，郭帆，你知道吗？就是你讲的，可能它更像是精英教育，而其实我们更多的人其实接受的是大众的教育，因为先普及，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要求对你单独的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讲，我会很抱歉，有可能因为我不好好学习，我上课在那写画画影响到他人，觉得他们也可以不听讲。但是作为学生来讲，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自我有一个认知，就是你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常常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常常会记得以前老师逼我背的那些东西，我一下就知道了。所以，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反抗的。所以我认为，无论你是花时间去做他做到的，还是你去反抗，都没有问题，因为他都让你成长了。我其实现在蛮想向他们抱歉的，向那些我对抗过的老师说一声对不起的，因为老师在吗？不要笑，和解一下。因为确实有我这样一个学生，对于他们管理整个班级来讲，挺头疼的。但是张姐，我发现我越听下去，我慢慢开始理解她。我觉得她的世界会很有趣，因为就是其实换一个角度去想，就比如我现在去听歌，我听到的东西就跟大家不一样。我会听他唱怎么唱，他们这个歌怎么编的怎么编，但是他把它放到他喜欢做的那个事情上，我觉得以后会跟很多人不一样，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看。2017年2月20日，窗外的风景像迪士尼动画《疯狂动物城》，感觉自己置身于动画场景中。短短6个小时的旅程，似乎经历了春夏秋冬1年4季。加油，大梦！列车穿过座座雪山，在高海拔的时候，雪大到看不清窗外，只有白色；而在低海拔的地方，冰雪融化形成了瀑布，阳光照下来出现彩虹，草木是黄色的，再过一会儿，又是一整片绿色草地。我开始不停地拍照，想要把这一切的美景都记录下来，拿回去给我的爸妈还有他看。后来发现用手机根本没办法记下眼前的美，也只能记在心里。记在心里也挺好，有时候太想到达终点，却往往容易忽略沿途的风景。我应该可以看到极光吧？其实不重要的，就这一篇日记。写得好好。是小学水平吧？你看，就描述景色，特别好。我还是垫底吧。我垫底。因为我那个时候和我现在的妻子，就是我叫她雪师傅，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才认识1个多月，然后但那个时候我就想在极光下和她求婚。好像雪师傅他说他早就知道我要跟他求婚了，因为被知道，因为我每一天他早预感到了，因为我每一天我跟你说，我说你不要睡，因为一般极光都是在8、9点钟的时候出现嘛，就那个时候他就是凌晨了，我说你不要睡，
然后后来就出现极光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视频。这个感觉就在视频下，我们是满天极光，然后感觉应该是很浪漫一件事情，但实际上不浪漫吗？其实实际上就现场情况就有点恐怖，全绿色的。他们都用那个灯照着自己脸，从底下往上照，对吧？对，而且大家还一起唱了一首《人在旅途》，还一点不浪漫那个歌。对，好，来，我们欢迎那个雪师傅，好不好？来，大家一定对你很好奇，是不是？你真的知道他要求婚吗？知道啊。怎么知道的？对啊，其实我觉得每个女孩子被求婚的时候，直觉有直觉预感，对吧？明白。那你有没有直觉他会答应你呢？我觉得不用直觉，因为他追求我，他对我表示。因为就是我是受伤之后我就画画，他是买我的画。没有，其实大家好像听大萌现在讲他的故事，好像很轻描淡写，好像这个事情就是当初就是个意外嘛，就是说，可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只是命运的某一些安排的时候，你用了一个很正面的方式去面对它的时候，对，你的路突然间可能开了另外一条路出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妈妈就有一次跟我说：“哎呀，你摔了，你要不摔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我说我妈能这样说，我说妈你不能这样说。就我说你这真的是。其实我真的是经常把这些都忽略掉的，因为受伤坐在轮椅上了，就是可能有点很惨啊或者怎么的，就励志啊。其实我不喜欢励志这个词，我觉得励志的词就没有温度的。其实我都跟大家都一样啊，我只是说，因为一个意外，我可能是先把自己丢掉了吧，我就把自己找回来呗。然后那我现在很开心，就是我真的感觉我已经找回来了。可能别人会说我有点娘，或者说性格会比较软弱，然后长得也可能有点偏向女孩。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身上的东西，是我的特质，所以我做选择题的话，我还是会去选择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之所以选择艺术这条路，其实就是要保持和所有人都不一样，这样我才能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看法的人，一开始觉得自己一个人真的并没有那么舒服，就会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了。其实可能还是有万万千千和我一样是一个人的人，所以我也不是特别的那一个。如果班上的同学都是剪了一个发型，我就想去剪一个和大家不一样的。为什么要跟大家一样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那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淹没在众人中的一个渺小的存在。今天来这边是有什么任务？报一些华健以前一些糗事，尽力回忆一下我们40年前的话。啊有！你是真的吗 ？Oh my god！ VIP 会员每期专享惊喜彩蛋，更多高能片段等你解锁。西西弗在这里越见青春。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纪录片、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的高中年代都是在郁郁寡欢、胆战心惊中度过的。